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的断联行动。全联福利中心，这家曾被誉为庶民之光，以实在真便宜著称的超市，如今却被许多人气愤地称作包皮超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昔日深受信赖的平价好邻居，在一夕之间遭到全民抵制，扬言与之断联，断绝与全联的联系？今天就让我们深度解析全联近期爆发的5大争议，以及公平交易委员会对此开出的巨额财罚，看看全联是如何从庶民之光走到如此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们的故事要从一连串让消费者大呼傻眼的购物体验开始。全联多年来以平价形象深入人心，许多人习惯走进全联时放下戒心，认定在这里买东西就是划算。然而就在2025年底左右，一些细节开始动摇大家对全联的信任。首先引爆众怒的是商品标价的乱象。一位热心网友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他在全联看到特价标示的秘鲁蓝莓黄底红字的促销标签上写着65元，看起来比原价便宜。然而出于好奇，他轻轻撕开特价贴纸的一角，竟发现底下印的原价是59元。也就是说，所谓特价居然比原价还贵，这仿佛是个荒谬的恶作剧，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消息传上网后，立刻点燃了社群舆论的怒火。网友们纷纷质疑，特价标竟然比原价高，这是在惩罚相信促销的顾客吗？更离谱的是，随着更多人分享经历，我们发现这绝非孤立事件，标价陷阱成了消费者与全联斗智的日常。不少人开始养成逛全联时拆开特价标签的习惯，以确认自己没有被骗。常见的手法包括特价标高于原价更塔，就像刚刚提到的蓝莓事件，促销不降反升，货架标价与结账价不符。南譬如货架上奶粉写599元，结账却少出699元。如果顾客不仔细核对发票，等于莫名其妙多付了钱，组合优惠反而比较贵。南牌有人发现，单买一包99元的水饺很正常，但2包联合特价却标209元，比单买2包总和198元还高出11元，仿佛诱导你买多却偷偷多收钱。这些听来荒唐的价签乱象，其实在全联门市中频频上演。一位 YouTuber 不信邪，亲自跑遍全台36家全联实地测试，结果发现每3家店就有1家存在标价错误或结账价格与标示不符的情形，几率高达3×3，连政府单位也坐不住了。行政院消保处抽查全联各门市，结果更是触目惊心，高达7%的门市被查出标价不实。不论是有意为之还是管理松散，如此泛滥的价格漏洞已非个案，而是一个严重的系统性问题。试想，当我们走进超市却无法信任货架上的价格标签，那种被愚弄和占便宜的感受，难怪会让长期支持全联的消费者心灰意冷。价格诚信的崩坏只是第一道裂缝，接下来发生在餐桌与钱包上的2起事件，进一步动摇了大家对全联的信任根基。首先是食品安全的警钟，芬普尼毒鸡蛋事件轰动一时，全联不幸卷入其中。故事要从某批受到芬普尼杀虫剂污染的鸡蛋说起。当时全台多家通路皆发售了这批问题鸡蛋，全联也难以幸免。其实贩售到问题商品并非不可原谅之过，真正令人生气的是事后处理态度。高雄市卫生局在稽查时发现，全联凤山某分店接到官方通知要求下架后，并没有主动联络已购买该鸡蛋的消费者进行回收或退货。换句话说，很多买了问题蛋的顾客，如果不是自己从新闻上得知消息，根本不会被通知手中的鸡蛋可能有毒，需要赶快退换。这种漠视消费者健康权益的做法，已经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当地卫生局对全联开罚。然而金额罚再多，都比不上那份信任感的破灭，消费者仿佛被动地暴露在风险中。全联没有尽到一个负责任卖场应有的积极通知义务，让人质疑顾客的健康在全联眼中到底算什么。接着发生的是虚拟支付的信任危机，全支付 PXPay 盗刷疑云一度引发恐慌。
这是一位使用全联自家电子支付工具 PXPay 的顾客的惨痛经历。他一时不察，点了钓鱼邮件上的连结，结果绑定在 PXPay 的银行账户，在短短时间内被连续盗刷了20多笔交易，损失金额高达8万多元。这起事件让许多用户心惊胆战，不是因为有人点了诈骗连结这种疏忽，谁都可能犯，而是因为盗刷所针对的是银行存款。如果绑定信用卡，或许还有银行诈欺保障机制可以补救，但 PXPay 直接扣的是储蓄账户的钱，资金一旦转出，就像泼出去的水，很难追回。换句话说，这名顾客等于血汗积蓄瞬间蒸发，而事后能依靠的补偿几乎没有。消息传开，大家不禁质疑 PXPay 的安全性，把银行账户和超市支付 App 绑在一起，风险这么高吗？全联官方起初的态度也显得迟钝，被批评不够积极协助受害者。虽然这次盗刷起因在于消费者误点连结，但全支付系统被视为防护不足。一时间 PXPay 不安全的印象深植人心，让全联多年苦心经营的数位转型信用遭受重击。回顾这两件事，毒鸡蛋事件、PXPay 盗刷事件，都有一个共通点，在重大危机面前，全联的反应暴露出一家庞大企业的傲慢与僵化。昔日全联还是市场挑战者时，或许以服务贴心、动作灵活著称，但如今坐拥超过40%市占率的零售巨头，给人的观感却变成冷漠而迟钝。无论是不主动通知消费者退货，还是对顾客资产受损的求助反应不够及时，全联展现出的态度俨然不是那个站在消费者一边努力帮大家省钱的老朋友，而更像是一个麻木的商业机器。价格标错，食品下架不通知，支付被盗刷处理不善。当这些原本零散的负面经验汇聚起来，终于在消费者心中爆发了信任的全面崩盘。许多人愤而表示要拒买全联，在网络上号召断联行动，与全联断绝关系，不再踏进全联一步，用抵制来表达愤怒。然而全联这一连串乱象真的是最近才突然出现的吗？这些问题背后是否隐藏着全联独特的经营模式所埋下的伏笔？接下来我们要从更深的层次来剖析全联的商业模式与企业文化如何成了今日争议的源头。全联能够打响实在真便宜的口碑，靠的可不只是广告宣传，更是一套与众不同的低价策略与商业模式。有人形容这套模式是一把让全联迅速崛起的利剑，但同时也是今日争议的双面刃。首先，全联采用了与传统零售通路截然不同的寄售制进货模式。一般大卖场进货都是以买断制为主，由卖场先行向供应商进货，按照订购数量付款，商品卖不完的库存风险由卖场自己承担。但全联呢，它选择了对自身最有利的路径寄售。在寄售模式下，全联的角色更像提供一块货架空间，让供应商的商品进驻，但直到商品实际卖出结账后，全联才会依销售数量付钱给供应商。换言之，全联几乎零库存压力，卖不掉的商品退还或销毁的损失由供应商自己吸收。对全联来说，这简直是梦寐以求的生意，不但不怕存货滞销，还等于向供应商拿了一笔无息的货款，延迟支付金流。供应商出货给全联后，往往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收到款，而这段期间全联就享有了大笔现金留存在手的优势。寄售制听起来对零售商很美好，但对供应商来说压力山大。他们不但得承担卖不掉的风险，资金周转也被压得更紧。然而更令供应商干脆剥一层皮的是全联的另一项杀手锏，最惠客户条款。全联会要求供应商签约承诺，提供给全联的批发价格必须是市场上最低，任何其他通路都不能拿到比全联更低的价格。表面看来，这似乎保障了全联卖给消费者的东西一定最便宜，听起来对消费者有利。然而当全联的规模和市占率不断扩大到超过40%，成为市场龙头之后，这条款的效果就变了味。它不仅压低了自身成本，更扼杀了整个市场的价格竞争。想象一下，一家中小型超市本来就因进货量小、议价能力弱，
很难和全联这种巨头拿到一样低的价格。现在又多了最惠客户条款，在前供应商根本不敢给小超市比较优惠的价格，因为一旦让全联发现别人拿的价钱更低，供应商可能立刻就失去全联这个大客户，甚至被惩罚。长期下来，小型通路几乎无从竞争，只能眼睁睁看着全联一家独大，市场上的玩家越来越少，消费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少。当竞争者被扫荡殆尽，市场若只剩下一两家巨无霸，别说什么最便宜，到那时巨头们想定多高的价，消费者都只能认栽。这样的做法已经不只是企业聪明经营的范畴，而带有滥用优势地位的色彩。难怪公平交易委员会会在2024年对全联开出巨额罚单2000万元，理由正是全联透过不合理条款妨碍市场竞争，伤害消费者长远福祉。全联一路走来引以为傲的低价策略，在成为巨头后却演变成扭曲市场的武器，这是全联和社会各界都始料未及的。供应商被压得喘不过气，还有谁在承受全联成功背后的代价？答案是第一线的基层员工。当全联把成本和风险极大化的往外转嫁，先是转给供应商，供应商利润被压缩到极限后，这股压力最终沿着供应链传导，落到企业金字塔底端的劳工身上。长期以来，有关全联劳动条件差、员工过劳的传闻不绝于耳，以至于全联一度名列违反劳动基准法案件数前10名的企业之一。让我们回顾一桩令人心痛的往事。2017年，全联台中北屯2店发生了一起劳工疑似过劳死亡事件。一名资深员工在卖场内忙碌工作时突然倒下，送医不治。家属悲愤地指控，这位员工长期工时过长，身体透支，是典型的过劳死案例。然而，全联提供出勤记录至亲，记录显示他的加班时数极低，似乎并无超时工作问题。这与家属的说法天差地远，引发社会哗然。深入调查后，台中市劳工局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该门市出勤记录上并未详实记载员工上下班打卡的分钟，也就是说，只记小时，不记分钟。这违反了劳基法相关规定，同时也令人生疑，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把加班时数美化？劳工局的发现间接支持了家属对全联造假班表的怀疑。更让外界惊讶和愤怒的是，全联在事件后竟对协助家属伸张权益的一位义务律师提出妨害名誉告诉。一家企业员工猝死本应检讨劳动环境，结果却先对提出质疑的人祭出法律行动。这种做法引起巨大寒蝉效应，也让全联的形象大伤。还有一件事，进一步重创了全联在年轻劳工心中的观感。全联前总裁徐仲仁在公开场合曾发表过一句震撼社会的言论：你薪水 22K， 做 50K 的工作是物超所值。这句话一出，引爆整个世代的怒火。22K 新台币22000元左右，是近年常用来形容年轻人工资偏低的代名词，而 50K 则象征相对优渥的待遇。徐仲仁的意思似乎是劝勉年轻人多付出，少计较薪水，替公司卖命也是值得的。然而，在场年轻人听来，这番话格外刺耳，仿佛是在说，以低薪压榨你，是对你的肯定与恩惠。批评者痛斥这是不知民间疾苦的傲慢发言。的确，若脱离现实谈论，物超所值的奉献精神就显得十分讽刺。要知道，徐总裁刚入社会的1977年，9000元月薪是当时基本工资的将近4倍，靠努力工作10年就买得起台北市中心的房子。可在2017年前后，一个月薪3万元的年轻人，就算不吃不喝攒40年，也难以在台北立足。时代环境早已不同，用过去的成功经验来要求新世代，非但起不了激励作用，反而让人觉得这种言论是在鼓吹剥削。徐仲仁的失言风波，让外界更加怀疑全联内部是否存在着以压榨廉价劳力为荣的企业文化，把全联塑造成一个对员工缺乏同理心的冷血公司。从消费者、供应商到员工，我们可以看到压力层层传导，怨气节节升高。消费者觉得被欺骗、被忽视，供应商觉得被压榨、被威胁，员工觉得被过度榨取。
被轻视。这一连串问题交织在一起，指向一个核心疑问：全联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脱离了我们原本熟悉的那个平价伙伴的形象，转变成如今让人又爱又怕的零售巨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把时间的镜头拉远一点，看一看全联的崛起史。或许从全联的发迹之路中，我们能找到它形象巨变的蛛丝马迹。全联今日的版图之大，影响之广，让人很容易忘记它当初其实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全联的前身是带有半官方性质的军公教福利中心，顾名思义，本来是为军人、公务员、教师等提供优惠商品的福利社，享有免税等政策优惠。在1998年，企业家李敏雄接手将其民营化，那时的全联还只是一家经营困难、环境老旧的平凡小超市。李敏雄接棒时，全联处境并不妙，可以说亏损累累，前途暗淡。然而，李敏雄很快抓准了一个制胜关键：便宜。他坚信，只要把东西卖得足够便宜，就一定有市场。围绕着这个核心理念，李敏雄展开了一系列大胆改革，用3大策略奠定了全联日后称霸的基础。策略1：极致的成本压缩。为了把省钱进行到底，李敏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愿意牺牲一些顾客体验的舒适度。例如，在卖场设计上，他大幅缩减店内走道宽度，把同业普遍 2.5 公尺以上的走道硬是压缩到约 1.2 公尺宽，勉强只容2台购物推车擦身而过。走道变窄代表卖场坪数利用率提高，空间租金成本降低，也减少了冷气等营运开销。据说光是这招就让单店营运费用比对手少了1/3。至于法规规定走道需可供2辆推车并行，他甚至特制了瘦长型的小推车来应对，以比一般推车更苗条的身材通过检验。同时，全联厂年仅追求约 2% 的净利率，利润极薄，但走量大，把节省下来的每一毛钱都转化成价格优势，吸引更多客流。一句话，全联从上到下都在扣紧腰带过日子，只为实现便宜2字。策略2：狼群包围战术。在李敏雄接手之初，台湾零售市场早有家乐福、大润发等大型量贩店盘踞。面对这些巨人，全联当时既没有雄厚资本开超大型卖场，也不可能以硬碰硬的方式挑战他们。于是李敏雄出奇招，利用全联小型店灵活的特性，采取开店包围策略。他深谙一般消费者的心理，人性有惰性，采买图的就是方便。如果附近刚好有家新开的量贩大卖场，吸走了原本全联门市的客源，怎么办？李敏雄的解法是在那家大卖场附近的每条主要道路上再开2到3家全联，形成密集包围网，让消费者无论从哪个方向前往那家量贩店，都会路过全联小店，被拦截一部分客流。这种村包围城市的打法非常奏效，全联不正面对决卖场巨头，而是以多取胜，以进取胜，把图方便的顾客截留下来。大型量贩虽然单店厉害，但全联靠着密集的据点和贴近社区的便利性，硬是分了一杯羹，逐渐壮大势力。策略3：成功的形象塑造。2006年前后，全联推出了一系列经典的全联先生广告。一位打扮朴素、表情幽默的男士全联先生，在广告中不讳言全联的各种小气。他自嘲全联没有招牌，没有装潢，走道窄，甚至吐槽全联为了省钱什么都省。然而话锋一转，他又正经而诚恳地说，因为我们把省下来的钱全部回馈给你。这些广告把全联的弱势、简陋、寒酸巧妙地转化成了美德，节省实惠，以冷面笑匠的风格深入人心。观众看完会心一笑，记住了全联那句口号式的广告词，实在真便宜。可以说，全联先生的广告大获成功，让全联的品牌形象彻底改头换面。简陋不再是缺点，而是评价的证明，小气也变成贴心为你省钱的证据。自此，捡便宜到全联变成许多庶民百姓的共识，全联稳稳站住了脚跟。靠着这3板斧，李敏雄把全联从亏损边缘拉回，并一路拓展版图。全联逐渐从不起眼的福利社变成连锁遍布全台，
能与国际量贩分庭抗礼的零售劲旅。然而，正当全联一步步螺旋式成长之际，命运的重大转捩点悄然出现了。2022年，全联宣布收购台湾第2大的量贩卖场大润发。这桩并购案震撼业界，昔日的小超市居然吞下了巨型量贩，让全联的规模和版图在短时间内暴增。收购完成后，全联在超市量贩市场的占有率扶摇直上，成为无可争议的市场龙头。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全联的身份发生了本质改变，它不再是那个灵活机动、处处替消费者着想的市场挑战者，而摇身一变成为一家难以撼动的庞然巨兽。过去，全联的对手是比它更大的外资量贩公司，而现在，全联几乎没有天敌，消费者反而变成最需要防备它垄断力量的人。全联的迅速壮大，固然来自其优秀的策略和执行力，但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忧：企业责任感的滞后。它成功地扩大了市场规模，却没有同步升级企业自我要求的规模。换句话说，过去那些让全联赢得竞争的特色机制，压低成本，对供应商强势压价，不加修饰的平民作风，在全联成为市场主导者后，却没有适时调整。以前你可以说全联拼命压低供应商价格是为了帮消费者争一口气，可当他已经几乎独占市场时，再这么做就变成缺乏良心与责任。以前顾客抱怨货架简陋、服务不足时，全联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为了省成本，让利给你们。可当他赚得盆满钵满时，再拿没钱改善当借口，就说不通了。全联的转变，本质上是角色与心态的转变。从前的全联站在巨人的脚边，战战兢兢地谋求生存，努力建立和消费者站在一起的形象。而今站在巨人高位的全联，却被发现依然用着挑战者时代的那套手段，把压力转嫁给别人，却忽略了自己身为龙头应承担的更多社会责任。于是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当年的价格英雄，如今被指为吸血恶龙；昨日的庶民之光，转眼成了让庶民喊打的包皮超市。可以说，全联正面临着创立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与形象考验。纵观整个断联行动风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家超市的公关灾难，更是3个层次的信任危机全面爆发。第一层，消费者对全联的信任全面崩盘，从最基本的价格标示诚信，到关乎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管理，再到财产安全的支付系统保障，全联在短时间内于多个与消费者切身相关的环节上接连失灵。价格出错让人觉得被欺瞒，毒鸡蛋处理不当让人觉得被忽视，电子支付被盗刷让人觉得缺乏保障。这些事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了消费者对全联的信任墙，常年建立的好感度一夕瓦解。全联曾经引以为傲的实在真便宜形象，在一次次现实打击下变得讽刺。便宜是真便宜，可是代价呢？第二层，产业生态的失衡与隐忧。全联的商业模式成功带来低价，却是以将成本与风险转嫁给供应商和劳工为前提。这条压榨链条成就了全联的王国，也制造了严重的外部负担。供应商叫苦连天，小型竞争者难以生存，劳工过劳事件频传。公平会的2000万罚单证实了外界的疑虑，全联的成功有滥用市场地位之嫌。这种商业策略正在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一个企业的壮大是建立在牺牲整体产业健全度之上，那它带给消费者的所谓便宜，究竟是不是饮鸩止渴？这也是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审视的问题。第三层，龙头企业的姿态与文化。当企业从挑战者跃升为霸主后，它的企业文化有没有随之调整改变？全联显然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许多消费者的愤怒来自一种被背叛感，背叛了我们对他的长久信赖，背叛了他自己当年所标榜的价值。如今的全联给人的印象是傲慢了，面对批评最初是否认推诿，处理危机的速度慢半拍，对员工与供应商的声音不够重视，这些都和他过去谦卑亲民的形象相去甚远。一旦社会大众认定某个企业翅膀硬了，就开始漠视我们，那种心理落差将转化为强烈的负面观感，
进而升高抵制的决心。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声浪，全联终于意识到事态严重，公司高层出面公开道歉，并宣布将加速导入电子价签、电子货架标签系统，以彻底解决实体价签错误的问题。未来商品价格若要变动，可直接透过中控系统更新电子萤幕上的标价，避免人工换标可能造成的遗漏或错贴。这项措施看似抓到了痛点，也显示全联愿意投入成本来整改。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技术升级真的能弥补长期以来企业文化与商业模式所造成的信任裂痕吗？电子价签可以杜绝标价乌龙，但消费者内心的疙瘩并非只因几张贴纸贴错了位置，而是对全联这几年种种作为的累积失望。如果全联内部不正视更深层的问题，比如对顾客的漠视是否已成习惯，对供应链伙伴和员工的态度是否该反省，在新角色下的社会责任是否愿意承担，那么光靠技术手段恐怕无法重塑昔日的美誉。信任是脆弱的，一旦破碎，修复所需的是真诚和时间，而不仅仅是一两项新设备或新政策。对我们广大消费者而言，这场全联风波也提供了一个契机，来思考自己的角色。在现代生活中，全联这类大型连锁已深入我们的日常，是大家米缸、菜篮都离不开的存在。当它变得如此强大又难以取代时，我们除了用脚投票，不爽就抵制，还能做什么来促使它变好？或许社群媒体的兴起正赋予消费者新的力量，用声音监督。这次断联行动正是透过网络凝聚民意，逼出了企业的改变承诺。未来只要我们持续关注，勇于发声，企业就不得不在意每一张贴错的标签，每一颗卖出去的问题蛋，每一位被累倒的员工。全联从庶民之光变成包皮超市的这段历程，既是一家企业的警示录，也是一堂市场演化的课程。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是全联真正痛定思痛，改革内功，重新赢回消费者和社会的心。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场风波留下的一道思考题是，当我们所依赖的品牌长大成难以取代的巨兽后，我们该如何与之相处？也许未来的我们仍然需要全联，但全联更需要蜕变成更值得我们信赖的样子。只有如此，断联的裂痕才能愈合，庶民之光才能重新照亮你我的生活。